61章训练，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次计划成功了，没有发生任何意外，可是程序已无法使用了。那些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已经要抓狂了，他们连这个程序的编码都搞不清楚，程序就这么坏了，就算是坏了也要继续研究。哎，程序好的时候你们都研究不出什么来，现在程序崩溃了，你们还要继续研究，果然是一群疯子啊！程序已经执行完毕了。宋将军和刘将军带着脸上还有兴奋劲的刘雅梦和王战，还有满脸郁闷要抓狂的一群科学家、研究员返回北京。这次得到好处最大的当然是刘雅梦了，由于她的勇敢，她得到了完整的改造，而王战的改造显然不完整，比刘雅梦少用了2吨多的燃料，肯定要差一些。有时候冒一下险得到的奖励会更多。一到北京，刘雅梦和王战就出现了和苏悠然同样的情况，开始大吃，每个人都是10几个人的饭量，而苏悠然更是30几个人的饭量。就这样，北京的1号地下基地里出现了3个超级大饭桶，尤其苏悠然为最。从刘雅梦和王战2个人来后，苏悠然的幸福生活泡汤了，要进行军事化的训练。在宋将军连哄带骗的情况下，苏悠然答应了一起训练。开始训练后才知道训练是这么的苦。刘雅梦和王战2个人都是军人，倒是无所谓。苏悠然整天苦着脸，也找过外公，被外公以各种理由规劝继续训练。苏悠然再去找就找不到人了，想找爷爷告状，可同样找不到人，把苏悠然气得够呛。没办法，继续训练吧。不过训练的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，3个人的身体越来越强壮，反应速度也越来越快，力量也增加得很快，眼力、耳力也越来越好，心跳越来越慢，每天都要进行各种身体情况检测。而透过先进的医学检测发现，他们3个人的内脏已经发生了细微的变化，内脏已经越来越强了。刘雅梦和苏悠然才20岁，看不太出来，可是王战已经30了，他的最明显，他已经越来越年轻了，内脏更是慢慢的强化着。而所有的这些变化以苏悠然为最，因为他第一次改造时间最长，并且进行了1/10的第2次改造。其次是刘雅梦，他是完整的改造，而王战没有完成彻底的改造。虽然他是男的占一些便宜，但是差距已经细微的拉开了，但也不是很大。苏悠然的大脑是里面最聪明的，虽然他大脑聪明，但是神经大条，由于是性格的关系，智商再高也改变不了。况且他从小生活在温室下，所以经常做出一些离谱的事，但这也并不影响他的天才头脑。他在数学、推理、绘画、音乐等方面展现出惊人的天赋，学习能力极强，几乎过目不忘。许多科学家和研究人员久攻不破的问题，常常被他轻松破解，令人叹为观止。他已经渐渐地成为了所有人的主机，况且他的速度力量已经超越了多年锻炼的刘雅梦，同样也超过身为男士的王战，正在朝着超人方向发展着。刘雅梦和王战虽然表现不如苏悠然，但是那得和谁比？如果和普通人比的话，他们2个的进步已经让人无法企及了。苏悠然、刘雅梦、王战3个人每天在一起训练、吃饭、聊天，已经成为了很好的朋友。3个人也经常对练自由搏击、枪械射击等项目，每次都是苏悠然完胜。这件事对那2位受过多年训练的人打击极大。他们曾询问过苏悠然，苏悠然只说自己失忆了，大约有2个月的记忆完全空白。他推测自己很可能经历过某种改造，否则不会变成现在这样。以他的智商，很容易推断出自己的改造程度可能比他们更深，或者次数更多。但既然记忆已经丧失，一切也只能停留在推测阶段。苏悠然就这样被留在了北京1号基地，不再上学，每天接受高强度训练，同时协助科学家和研究员解决各类难题。刘雅梦和王战也通过不断训练，加入了这个特别团队。他们3人不只是体能出众，单凭智慧就足以让所有科研人员心服口服。在3人组的努力下，许多长期悬而未解的难题迎刃而解，一项项科技成果接连问世。他们也逐渐适应了这种高压而充实的生活节奏。与此同时，科学家们仍在研究那台神秘的信号干扰器、AI 光盘中的程序以及那本笔记本里的加密代码。这些问题也曾请教过苏悠然3人，但连他们也无法破解。尽管如此，研究工作依旧要推进，大家心知肚明。连这3个智商均超200的天才都束手无策，让其他人继续琢磨下去，恐怕也只是徒劳。不过，尽管问题复杂，所有科研人员依然全情投入，毫不敷衍。毕竟，他们都是对科学痴迷的疯子。他们曾幻想过，如果能成功破解这些难题，或许也能有资格加入那支3人小队。可惜，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，几乎不超过1%。数据显示，苏悠然3人的智商还在持续上升。不仅如此，他们的力量、反应速度、听力、视觉、抗击打能力和细胞活力也在缓慢增长，甚至连饭量也显著增加了。基地科研人员每天都在记录他们的身体变化数据，试图分析其中的规律。苏悠然渐渐喜欢上了这里的生活，
比学校的课堂刺激太多了。刘亚梦和王战也沉迷于身体不断增强的感觉。虽然他们训练同样刻苦，但每次自由搏击时，依然难敌苏悠然，常常被他轻松击倒。久而久之，两人也逐渐习惯了这种被虐日常。赵主席、宋将军、刘将军和10几位军方高层看着三人的成长，既欣慰又忧虑。他们计划在训练周期结束后，让苏悠然暂时回归正常生活。毕竟，那些超时代的科技产物、神秘论文、AI 光盘和笔记本，他们的真正来源仍未查清，仿佛凭空出现一般。而苏悠然的记忆缺失，也成为揭开真相的最大障碍。只有让他重新回到原本的环境，或许才能找出这些技术的真正来源，而这才是他们最担心的问题。62张金字塔。安晨宇、罗蒙、罗浩天和刘亚威在埃及逗留了整整5天，几乎将所有著名景点都游览了一遍。第6天清晨，他们整装待发，前往举世闻名的吉萨金字塔。金字塔位于开罗西南部的吉萨，从市区出发，若不堵车，1个多小时即可抵达。但埃及的交通状况糟糕，司机普遍开车如飞，车况也较差，好在刹车系统普遍良好，否则每天的交通事故恐怕不堪设想。他们租用了2辆豪华轿车，出门在外无需节省。况且几人都是富有之人，在风沙漫天的埃及，舒适的车辆远比节俭重要的多。罗蒙与罗浩天同乘一车，安晨宇和刘亚威同乘另一辆。抵达吉萨后，远远望去，金字塔被辉煌的沙尘笼罩，轮廓模糊。由于埃及大部分地处北非，受撒哈拉沙漠影响，空气中充满沙粒，金字塔的模样远不如电影或图画中那般清晰，反倒让人一时间分不清眼前的景象是真是假。在吉萨，最引人注目的是那3座巨大的金字塔。由古埃及第4王朝的3位法老胡夫海夫、拉门、卡乌拉在公元前2600至前2500年建造。胡夫金字塔高146.6米，底边长230.35米；海夫拉金字塔高143.5米，底边215.25米。门卡乌拉金字塔则较小，高66.4米，底边长108.04米。其中胡夫金字塔最大，是一座近乎实心的巨型建筑，由200多万块巨石砌成，成群工匠沿着地面斜坡，将沉重石块托运至高处，再以类似脚手架的方式层层堆砌构筑而成。在这3座大金字塔周围，还有一些皇族与贵族的小型金字塔与台式陵墓。原本覆盖金字塔外层打磨光滑的灰白石灰岩，如今几乎全部脱落，裸露出内部的黄褐色大石块，使结构一览无遗。金字塔中央设有墓室，可由甬道进入。墓顶之上层层堆叠着数十吨重的巨石，形成稳固结构。尽管主流观点认为金字塔是法老的陵墓，古埃及人相信死亡不是终点，墓穴中曾堆满黄金与贵重陪葬品。然而当真正站在金字塔前，安晨宇却心生怀疑，这哪里像是普通陵墓？从结构、尺寸到设计理念，这一切更像是某种高度文明的象征，而非为死者建造的庇护所。他望向金字塔的排列方式，心中愈发确信自己的猜测。吉萨3座金字塔的排列正对应着猎户座的腰带星，而尼罗河则仿佛银河的倒影。考虑到地球岁差变化，这种对位应出现在公元前1050年的星象图中。猎户座对古埃及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，他们相信神明居于猎户星，那就是天堂的所在。罗蒙站在一旁看着介绍，轻声说道：听说金字塔是按照猎户座排列的。安晨宇却在心中冷笑，简直胡扯，这分明是猎户座文明的造物，他们降临地球留下了某种文明印记，只是人类还蒙在鼓里，继续把它当成陵墓来崇拜罢了。他们从1000多光年外赶来地球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安晨宇望着眼前的金字塔，心里有所猜测。他能感觉到这里肯定藏着猎户座生物留下的东西，只是具体藏在哪里还需要慢慢寻找。埃及的金字塔无疑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建筑之一，以胡夫金字塔为例，其4边几乎正对东西南北，误差不足1度，即便使用观星定位也难以靠肉眼做到这种精度。他们到底用的是什么工具？至今仍无人能解释清楚，你知道吗？罗蒙一边看着资料一边介绍，建悉尼歌剧院时用电脑计算了整整3年，但古埃及人在几千年前靠什么建成了这样精确的结构？安晨宇心中冷笑，可笑，他们连星际旅行都能做到，还会连个建筑方向都搞不准。要真是这样，他们飞船还没起飞早就炸成灰了。他没再看金字塔，目光转向远处一望无际的沙漠，心中某个猜想渐渐成型。撒哈拉大沙漠面积超过900万平方公里，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，把金字塔建在这里本身就不寻常，或许真正的基地藏在这片沙海之下。以人类目前的科技，连沙漠都难以深入勘探，何况是地下，这无疑是最安全的藏身之所。那些外星生物或许已经离开，但他们的基地很可能依然存在，只是不知道里面还遗留着什么。晨宇哥，你干嘛一直看沙漠啊？
刘亚薇察觉到他的异样，担忧道，你不会是想进去吧？那里环境恶劣，人类根本无法生存。我有个好朋友，曾经就死在了沙漠里。安晨宇微微一笑，没回答。我们是不是要进去看看金字塔内部？刘亚薇试探着问。当然，安晨宇平静地说，不进去。那来这干什么？我觉得还是别进了。罗蒙立刻反对。你们知道吗？金字塔里面很危险，这么多年来，有无数专家和学者因为好奇进去，结果一去不回。法老的诅咒可是出了名的。听到诅咒2个字，安晨宇挑了挑眉。罗蒙继续说道，最有名的是英国勋爵卡纳丰，当年挖掘图坦卡蒙墓的时候，发现一块石碑，上面写着凡打扰法老安宁者，死亡之翼将降临其头上。结果真的发生了。这些年来，确实有人因为进了金字塔而死亡，甚至有些人死因不明，猝死在研究室、途中或床上。科学虽然解释不了，但结果却真实存在。诅咒。安晨宇忽然来了兴趣，语气中带着几分调侃，说来听听，我倒想知道死亡之翼到底有多厉害。刘亚薇和罗浩天也被勾起了好奇，纷纷侧耳，准备听罗蒙讲下去。第63章精神病毒。这些法老的诅咒虽然众说纷纭，却大多来源于真实事件，只要打扰了沉睡的法老，死亡似乎就在前方等着。金字塔内部空气闷热而稀薄，令人窒息，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游客蜂拥而至，攀爬参观，也有人永远走不出来。有人说是缺氧致死，也有人怀疑细菌或辐射，甚至有学者猜测是某种未知的心理暗示造成的集体恐慌反应。但无论哪一种说法，都无法解释那些死者身上诡异的细节。有些人当场晕倒，抢救无效，有些人则是离开金字塔后在家中莫名暴毙，法医检查不出确切死因，于是诅咒的传说也就愈发神秘而真实。虽然也有平安无事出来的人，罗蒙轻声说，但我还是建议我们不要冒这个险。安晨宇听罢突然笑了，窒息、细菌、辐射，他摇头，你们只是在用地球人的知识去理解另一个文明的技术。他顿了顿，语气变得冷静且锋利，能进行星际航行的种族，如果连做建筑的防护系统都做不好，那他们早就在宇宙里灰飞烟灭了。所以你觉得这是某种技术装置？刘亚薇迟疑地问。不是精神病毒。安晨宇淡淡地说出这个词，仿佛只是陈述一个已知事实。精神病毒。罗蒙和罗浩天几乎同时问出口，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。这是一种不需要实体传播的干扰形式，它直接入侵你的意识系统，不是攻击你的身体，而是你的思维结构。所以你们看到的诅咒其实是他们文明设下的最初级心理防御。罗蒙皱起了眉头，陈宇哥，你真的认为这些建筑是外星人留下的？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安晨宇耸了耸肩，语气轻松，却透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确定。说完，他转身走向金字塔，刘亚薇立即跟了上去。他不再像刚认识他时那样觉得他是开玩笑。方才那一瞬间，他瞳孔里闪过的青黄色光芒，虽然只有1秒，但他清清楚楚地看见了。他开始相信，这个男人或许真的不属于地球。如果他真的是某种高等存在，那他愿意一生追随，哪怕只是为人类文明留下火种。罗蒙和罗浩天对视一眼，也默默跟了上去。你刚才看到他眼睛变了吗？罗浩天低声问。罗蒙轻轻点头，没说话，脚步却不由自主地加快了。他们走到金字塔前，买了门票进入。在入口处，安晨宇回头看着3人，声音低沉而严肃，不管发生什么，都别离开我的视线。3人点点头，表情变得凝重。金字塔内部结构精巧复杂，他们从北壁高17米处的入口进入，沿着倾斜约26度的通道一路下行。通道狭窄，仅高1.2米，宽1米，约97米厚。穿过一段9.7米的水平通道，终于抵达地面下30米的地下墓室。就在金字塔正下方，安晨宇仿佛熟悉这里的一切，带路比导游还精准。进入墓室时，他身上悄然浮现出一层淡淡的青黄色光膜，那光芒几乎透明，将3人一起笼罩其中。因为太微弱，3人都未察觉。墓室内，一道10英尺高的栅栏对着东墙，而南墙上的另一道栅栏遮挡着通向死角的小通道。墓室四周皆为巨石锁住，部分墙面有雕刻，仿佛是某种信息记录。我本以为你会带我们去国王室，罗蒙忍不住说道。那里不是测到有未知空间存在吗？陷阱。安晨宇闭着眼回应，真正的入口不会放在那里。什么入口？3人疑惑不已，却不敢打扰他。安晨宇站在墓室中央，闭目不语。1分钟后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。原本还有不少游客在墓室里，但突然间，他们一个个捂住头，神色惊恐，慌不择路地逃了出去，只剩下安晨宇与他们3人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罗浩天惊讶地低声问。是他干的。罗蒙不确定地看着安晨宇，眼神中带着一点恐惧。当然是他。刘亚薇却出奇的镇定，他现在几乎确信这个男人真的不是普通人类。第64章通向地下的入口。2分钟后，一层淡淡的青黄色光幕缓缓展开，
开始扫描整个地下墓室。这一次，光幕已经可以用肉眼清晰的看到。刘亚威三人呆呆地望着那道神秘光芒在墓室中缓缓移动，转头看向依然闭眼站立不动的安晨宇。此刻他们几乎已经可以确认安晨宇绝非普通人类，甚至很可能根本就不是人类。刘亚威眼中闪烁着异样的光芒，兴奋地看着眼前这一切的发展。他终于找到了人生的意义与方向。也许安晨宇说的一切都是真的，从今往后自己的人生将不再迷茫。罗蒙和罗浩天同样兴奋无比，这毫无疑问是超越人类文明的科技。眼前的这个男人很可能将改写整个世界的科技格局，他们也许正成为新文明历史上第一批见证者与追随者。罗蒙尤其激动，他花了8年时间研究远古文明，追逐那些破碎线索，而现在真实的新文明正以如此震撼的方式出现在他面前，不是考古学的臆测，而是亲眼所见的现实。光幕扫描完毕后，安晨宇睁开眼睛，朝墓室的一个角落走去，三人紧紧跟随，想要看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他低头观察地面，又依次望向三人。每当他注视一个人，他眼中的青黄色光团就会闪烁一下。当他看完最后一个人后，三人身体周围忽然浮现出一圈淡淡的青黄色光环，如同透明的护照，终于可以用肉眼看见。起初他们并未察觉光圈的存在，现在才发现这层淡光包裹着自己，像一层看不见的保护膜。他们用手试探着触碰，毫无阻力，就像空气一样，看得见却摸不着。晨宇哥，这是什么？罗蒙好奇地问道。这是一种保护罩，可以抵御8级以下的精神病毒侵入大脑，过滤空气，还能防止辐射，让你们保持在一个安静、安全的环境中。安晨宇简单解释了一下，然后再次闭上眼睛。8级以下，那如果是8级以上的精神病毒呢？罗浩天皱眉问道。安晨宇睁开眼，笑了起来。8级以上的精神病毒，那种等级的生物怎么可能会来地球这种原始星球，也不可能建造这种建筑。按照等级划分，这金字塔的建造者大概是5级文明，最多不超过6级。那人类目前是什么等级？罗蒙忍不住追问。安晨宇想也没想就回答，如果顺利发展100年，人类或许能达到1级文明。三人几乎同时低呼出声，心中不免沮丧。几千年的人类文明竟还未迈入1级。但安晨宇摇了摇头，其实你们应该庆幸，地球文明曾经出现过跳跃式发展，否则至少还要上千年才能进入1级文明。你们想想，牛顿、爱因斯坦、爱迪生，为何那么多伟大的天才几乎集中出现在同一时期？你们不觉得这很可疑吗？他顿了顿，继续说，早在100多年前，已经有外部力量开始干预人类文明的走向，只是方式非常温和，仅仅是轻微引导。那时候他们或许是想尝试拯救这个文明，但发现人类文明等级太低，无法挽救，于是最终放弃。说完这些，安晨宇缓缓蹲下身，手指轻轻点在地面上，弹出一个青黄色的小光圈，附着在地面。紧接着他嘴中发出奇异的声音，忽高忽低，忽远忽近，时而像吟唱，时而如低语，又像尖叫。3分钟后，地上的光圈忽然一亮，迅速飞回到空中。安晨宇伸手一接，那团光圈就像溶解在空气中般消失。你刚才在做什么？罗蒙好奇地问。解码，安晨宇答道。开启下面的通道需要特殊的声波密码，就像你们人类的保险柜一样，必须对上密码才会开启。话音刚落，先前光圈附着的地面忽然亮起一圈光，紧接着1.5米范围内的石板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条通往地下的通道，闪烁着淡红色的光芒。刘亚威、罗蒙和罗浩天顿时瞪大了眼，虽然事前已有心理准备，但亲眼看到通道开启，还是忍不住震惊、兴奋与疑惑交织。罗蒙显得尤为激动，刚想走上前去一探究竟，脚步还未跨出，就被安晨宇一把拽住。他回头不解地问，你为什么拦我？我们来这里不就是为了进去看看吗？如果我告诉你，你下去后可能10秒钟内就会变成一具尸体，你还想进去吗？安晨宇语气一改，变得严肃而冷峻。第65章数千人死亡，震惊世界。啊，你是说这个通道很危险？罗蒙终于回过神来，意识到自己刚才被兴奋冲昏了头脑，他根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情况，就贸然想闯进去，简直是拿命在赌。安晨宇平静地解释，这个通道屏蔽了大量信号，很可能布满了未知危险，我当然可以强行用能量破解，但不打算这么做。他顿了顿，接着道，首先这样做会耗费大量能量，虽然以我目前的状态，对付这种等级的文明难度不大，但我无法保证里面是否有值得消耗的目标，如果没有，我的能量就是白费。其次，强行破解会引发结构性破坏，整个金字塔很可能直接坍塌，甚至波及周围几百公里，造成地震和地表大范围塌陷。天啊，这么严重！刘亚威听得头皮发麻，不自觉地捂住了嘴巴呢。现在怎么办？罗蒙有些不甘心，但还是把问题抛了回去，先回去做点准备工作。我们还没确定这处遗迹所属的文明等级，也不了解其内部防御机制。安晨宇冷静地回答。回去，可这个通道，罗蒙眼中满是不舍，死死盯着那条刚刚打开的神秘通道。
安晨宇轻声低语了一句，什么通道瞬间消失，时至地面恢复如初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晨宇哥，如果这通道被其他人发现怎么办？刘亚薇有些担忧地问。别人，安晨宇笑了笑，人类就算再发展500年，也打不开这条通道，更别说进入里面了。说完，他便转身朝租来的车走去。几人刚走出金字塔范围，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。周围地上躺满了人，密密麻麻，有游客、研究人员、安保，还有当地导游，全都一动不动，仿佛时间被按下了暂停键。安大哥，这些人怎么回事？罗浩天脸色发白，声音都在颤抖。他虽然年龄比安晨宇大几岁，但面对这位非人类，还是老老实实叫了声哥。刚才通道开启后，精神病毒瞬间扩散，10公里范围内的空气已被完全污染，90%以上的人因精神系统无法承受病毒冲击，已当场死亡。说完，安晨宇继续向车辆走去，语气平静的像是在播报天气。刘亚薇、罗蒙、罗浩天3人怔在原地，脸色惨白，大脑空白一片。10公里，几千人，就因为一个通道的开启，精神病毒不是传染，不是接触感染，而是瞬间入侵大脑。这哪里是病毒，这简直是灭绝武器。他们低头一看，才注意到自己身上的那层淡青黄色光圈依旧存在，仿佛无形的保护膜，将他们与这片死亡地带彻底隔离。我们居然活着。罗蒙喃喃自语，后背已被冷汗浸透。安晨宇打开车门，把晕倒的司机拖出来，扔在地上，招呼3人上车。我们先回开罗休息几天，然后前往撒哈拉，有些事情必须搞清楚。他说着，一脚油门扬尘而去。哦，好啊，刘亚薇点头同意。这一刻，他终于彻底相信了安晨宇在圆明园时的每一句话。这个男人不是地球人。罗蒙和罗浩天也纷纷表示同意，心中既惊骇又充满期待。接下来的旅程注定不同凡响。2个小时后，车辆抵达开罗市区。安晨宇将车停在酒店门口，进入了他们的专属包间。几天后，我们就要进沙漠了。以你们目前的身体状况，根本无法承受那种恶劣环境。我会对你们进行一次身体改造，让你们拥有更强的适应力和生命力。他说完，抱起一台笔记本电脑，离开了房间。你们这2天可以出去走走，放松一下，但小心点。金字塔出事了，肯定会查得很严。3人面面相觑，虽然有些不明所以，但也大概理解了他的安排。既然安晨宇说会改造，那就一定是真的，他们已经没有理由不信了。于是3人吃过晚饭后，便结伴出了门。第2天早晨，开罗街头的报纸、电视、网络新闻全部被一条爆炸性消息占据。今天事件，金字塔附近突发不明事故，10公里范围内人员全部倒地，死亡率高达94%。昨日上午11点左右，吉萨金字塔区域突发大规模人员昏迷事件，周围10公里范围内成千上万人倒地不起。经初步统计，死亡人数超过3000人，幸存者不足500，且全部出现不同程度的神经系统创伤，症状包括头痛、意识混乱、短期记忆丧失等。军方已全面封锁金字塔周围数公里范围。专家团队连夜进驻，暂无结论，是否为恐怖袭击、未知科技爆发，或是神秘力量复苏，仍在调查之中。各国民众议论纷纷，有人称是外星文明显现，也有人说是法老的诅咒，还有人坚信埃及众神即将归来。全球目光瞬间聚焦埃及，世界多国派出物理、生物、神学、考古等专家组飞赴开罗进行联合调查。这条新闻一出，举世震惊。本想劝退游客的官方通告，反而引发了更大规模的人潮。人类的好奇心被彻底点燃，不是减少，而是井喷式激增。当天夜里，开罗机场迎来了数十万游客，酒店爆满，旅馆翻倍，民居被临时改装成住宿点，物价上涨，食品紧缺，一时间开罗成为全球最热的城市。吉萨金字塔外围早已戒严，但仍有大批不怕死的人搭起帐篷，死守在外围等待开放。各国专家披上防辐射服深入进去，却注定查不出任何结果，因为真相早已超出了地球文明的理解范畴。第66章改造后的饭量。2天后的傍晚，安晨宇带这笔记本和一个盒子回到了酒店。他叫来刘亚薇、罗浩天和罗蒙，把他们带进包房，拉上窗帘，锁上门，现在进行身体改造，结束后我们再去吃饭。他说，盒子里取出一个头盔，外形与当初给苏悠然使用的设备相似，但在结构上做了一些改良。安晨宇将头盔放在床边，坐下开始操作电脑。谁先来？我。刘亚薇第一个站了出来，毫不犹豫地戴上头盔。安晨宇调整设备参数，启动程序，将垂下的接口握在手中，掌心开始闪烁起微微的白光。不多时，光芒熄灭，头盔脱落。刘亚薇睁开了眼，感觉怎么样？罗蒙立刻问。还好，就是脑袋有点麻麻的。闭眼后一片黑，然后就醒了。这次不涉及大脑开发，所以不会像苏悠然那次有梦境。安晨宇解释道，现在的重点是细胞进化和生物能开发，我把吸收等级提高到了 2.4， 是上次的8倍。为防止你们身体承受不了，我加了能量保护层，等你们能稳定吸收后再撤回。随后罗浩天和罗蒙也完成了改造，
整个过程不到半小时，但这半小时里，率先改造完的刘亚薇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。走，吃饭去。他们走进一家酒店，只点了10几个菜和一些主食。刘亚薇疑惑地看着那点食物，才这么点。安晨宇低声说，前几天的事故死了数千人，现在开罗各地都是间谍，我们不能一次吃太多，避免引起注意，吃完这家再换一家。等服务员离开，他们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几分钟后，桌上的菜一扫而空，换一家。安晨宇起身道，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，他们从高档酒店吃到街边小吃，凡是有饭菜的地方都不放过。安晨宇每次只象征性的吃几口，3人则是一通猛吃，直到夜里10点多才打包了几份食物回到酒店。这成为他们之后每天的常态，早上吃到晚上，看到饭店就进，从不节制。一开始罗蒙和刘亚薇还担心吃胖，可几天后发现不但没胖，反而更瘦了，皮肤也光滑细腻了不少。他们从怕吃胖变成了拼命吃，罗浩天甚至一度被他们的饭量吓到。安晨宇每天准备大量现金，让他们随意购买食物，有时还帮忙打包。就这样，一群实力惊人的改造者在开罗吃吃喝喝。1个半月后，安晨宇悄悄将他们体内的保护能量慢慢撤除，用了整整2周时间来让他们完全适应。这段时间里，3人也开始学习如何控制体内的力量，他们的身体素质提升了20多倍，还在继续增强。每个人都能感受到那股源源不绝的能量，仿佛成了现实版的超人。晨宇哥，我们身体都改了什么？罗蒙曾好奇地问。主要是身体强度、适应力，还有细胞活性。能量吸收目前还停留在最原始的阶段，需要靠食物维持，之后会逐渐进化。会不会出现什么副作用？罗浩天有些担忧。你们现在感觉不舒服吗？没有，就是特别饿。3人异口同声，那就对了，他们都笑了。一场关于变强的旅程就这样悄然展开。第67章，改造后身体状况稳定下来。随着3个月的过去，几人的饭量终于开始下降，到了3个月半左右，他们的食量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。看到身体改造已基本完成，安晨宇再次为他们注入一部分能量，确认他们身体状态稳定之后，便决定动身前往撒哈拉大沙漠。他们已经在埃及逗留了整整4个月，而此时中国的农历新年也即将到来。出发前，几人分别联系了家人，说明无法回家过年的情况。罗蒙和罗浩天是打电话回去的，而刘亚薇只是发了一封长长的邮件。邮件里，他详细记录了从在圆明园遇见安晨宇开始的所有经历，前往上海再到埃及发生的一切，甚至包括安晨宇曾说过的重要话语。他还描述了改造的过程和身体的变化，明确表示自己如今的力量至少增强了50倍。他告诉家人，今年春节无法回家了，因为第2天一早就要前往撒哈拉沙漠，等任务完成后再团聚。点击发送按钮后，他合上了电脑。2005年2月5日，离中国春节还有3天。一早，安晨宇带着刘亚薇3人驱车出发，背起行囊，正式踏上前往撒哈拉大沙漠的旅程。与此同时，北京某地下基地，苏悠然已经在这里待了3个多月。最近，他一天天闹着要出去玩，却始终没被允许，气得他几乎发火。眼看着春节将近，他又开始吵着要回家过年。其实从2个月前起，苏悠然的食量就开始逐渐减少。2周之后，他的饭量恢复到常人水平，身体强度也逐渐稳定。据每日测试数据反馈，他的身体指标已不再持续增强，训练因此暂时停止。然而，整个基地他几乎都逛遍了，这里又位于地下，生活变得非常乏味。尽管苏悠然已经是基地里的核心人物，几乎所有科研人员、科学家遇到难题，第一时间都会来找他，但他早已对此感到厌倦，于是开始闹腾。在连续3天的抗议下，赵主席与宋将军最终同意让他回上海过年。测试已经完成，数据收集也足够了，没理由继续将他长期关在基地。更重要的是，苏悠然越来越不听话。相比之下，刘亚梦与王战1个月前也恢复了正常食量，身体改造基本完成，因此训练也已暂停。他们的力量提升超过10倍，其中刘亚梦的速度与力量还略胜一筹。这并非训练问题，而是因为王战的改造并未完全完成，只差一点点。为此王战郁闷了很久，懊悔自己当初为什么没有早一点下定决心。但转念一想，即便自己第一个改造，也不可能追上那个怪物苏悠然。苏悠然的力量已增强超过20倍，反应速度更是远超常人，恢复能力极强，几乎达到了非人类的程度。他的皮肤细腻光滑，状态极佳，精神力更是离谱，每天只睡3小时，却比别人睡12小时还要精神。无聊之余，他整天抱着游戏机打游戏，几乎把所有游戏通关，实在无趣后才开始闹着要出去。这天，当得知自己终于能回家过年，苏悠然高兴的一跃而起，他没有控制住体内的能量，结果直接跃起2米高，幸好房间天花板够高，否则估计要撞个正着。宋将军看着他如此兴奋，也明白这些天确实把他憋坏了。苏悠然本就不是那种能安分待在地下的人。刘亚梦与王战听说自己也能离开基地，
心中自然也非常激动。然而，就在苏悠然落地那一刻，他忽然晕倒在地。这一幕惊呆了所有人，以苏悠然现在的身体素质，怎么可能会突然昏倒？他早已不是普通人，已经具备超人级别的体能。来人，快抬去医疗室，立刻做最详细的检查。宋将军立刻下令。没等医护人员到场，刘雅梦和王战已经抬起苏悠然，飞快地冲向医疗室。以他们现在的身体素质，抬起苏悠然就像抬一本书一样轻松。医生和研究人员连夜展开全方位的检查，检测结果很快出来，苏悠然身体一切正常，没有任何病变或异常，依然维持着极其强悍的状态，只是单纯昏迷了过去。赵主席和10几位将军恰巧当天都在基地开会，听说此事后迅速赶到医疗区，所有人都疑惑不已，以他目前的体质，怎么可能晕倒？莫非身体改造存在某种隐蔽的后遗症？众人正陷入忧虑时，苏悠然缓缓醒来，头有点疼，怎么回事？他扶着额头坐起，神情一片迷糊，众人顿时围了上来。悠然，你刚才怎么突然晕倒了？宋将军关切地问。外公，你怎么在这里？等等，我不是在家玩那个头盔和机器吗？不对啊，我现在不是在北京的地下基地训练吗？马上过年了，我不是要回家的吗？也不对，才10月份，我怎么这么糊涂？让我好好想想。他一边自言自语，一边陷入深深的回忆。旁边一位医生听完他的喃喃低语，医生在赵主席耳边说，他可能恢复记忆了。赵主席微微点头，表示理解。宋将军虽然没听见医生说什么，但从苏悠然的自语中也隐约察觉他的记忆可能回来了。众人默默注视着苏悠然，不打扰他的思绪。5、6分钟后，苏悠然猛地睁大眼睛，脸上浮现出轻松的笑容。我都想起来了，呵呵，你们干嘛都用这种眼神看我呀？悠然，宋将军立刻抓住机会问，那个头盔，还有那个笔记本是谁的？第68章非地球人类安晨宇。我说了，你可不能告密啊，那顶头盔可是我偷偷拿的，本来还打算还回去的。苏悠然刚醒，脑袋还有点迷糊，说完这句话才反应过来，看来是没法还回去了。到了你们这儿，那东西还能回得去？他嘟囔了一句，接着补了句，算了，我自己再想办法吧。好，我不说，让你还回去。宋将军赶紧顺着他的口风安慰着，快告诉我，你是从哪拿的？从陈宇哥那儿拿的。苏悠然如今的智商已经飙到300，一下子就看穿了外公的谎话，但看他那副着急的模样，他还是乖乖的回答了。不过他可没打算就这么放过他，嘻嘻，外公撒谎可不是好孩子哦。宋将军被揭穿了，脸色却一点都没变，只是干咳一声，掩饰尴尬，继续追问，那篇论文还有那张 AI 光盘，也是你从他那儿拿的？对啊 ，AI 光盘。苏悠然这才像是突然回忆起来，怪不得我一直觉得少了点什么，原来是我从陈宇哥家里拿的那张光盘不见了，原来是你们偷走的啊。外公你还真行，呵呵，我这不是帮你保管吗？宋将军仍旧笑嘻嘻的，一脸脸皮厚到无敌的模样。悠然，你是怎么认识你陈宇哥的？具体过程，还有你们是怎么相处的，都告诉外公，这对我们很重要。这一次，宋将军收起笑容，语气变得认真起来。嘿嘿，我看重要的不是我和陈宇哥的相处，你们其实是想搞清楚他那些黑科技吧？苏悠然眨了眨眼睛，好了，那我就告诉你们，省得你们老是追着问个没完。于是，苏悠然开始详细讲述，从拉萨机场出狱安晨宇，到他爷爷的赌场事件，从自己聊到理想，安晨宇答应帮助他实现，到拿到那张有基础资料的光盘，借此写出的论文，再到如何拿到 AI 光盘，以及那晚一起看星星时被改造的经历，最后则是安晨宇带人前往埃及的事。说完，他咂咂嘴，嗓子都要冒烟了。战哥，给我拿瓶可乐，不然我就拉你去练自由搏击。他笑嘻嘻的望向站在后面的王战，好，我这就去。王战立刻答应，他已经被苏悠然虐怕了，虽然表面上一直沉默寡言，酷的不行，但苏悠然最看不惯他那副装酷的样子。结果每次对练，王战都被揍得鼻青脸肿，连反抗都来不及。现在的他早已认清现实，打不过他，就只能乖乖听话。王战速度极快，虽然改造没完全完成，但身体早已远超常人，不到10秒钟，他就把可乐递到了苏悠然手中。此刻，谜团终于解开，那个身份不明的超人，毫无疑问就是安晨宇。原本所有人都以为他只是个毫不起眼的普通人，没想到竟然是条隐藏的深不见底的外星鲸鱼。很快，高层下达命令，全国各部门动用全部资源，彻查安晨宇的身份和背景。赵爷爷，我明天真的能回上海过年了吧？这次，苏悠然直接问赵主席，不再看那个整天骗他的外公。呵呵，当然可以，明天我亲自送然然回家。赵主席慈祥的笑着回应，还是赵爷爷好，外公是个大骗子。苏悠然转头看着宋将军，一脸嘲笑。宋将军只是笑着摸了摸他的头，没有反驳。当天晚上，安晨宇的资料便被查了一遍，可结果却让人失望，几乎一无所获。唯一值得关注的是2点，安晨宇有个妹妹，在北京大学读书，她在上海郊区有一处别墅，
苏悠然曾说，那座别墅地下室里布满了计算机和各种复杂零件。当天深夜，特种部队与专家悄然进入那处别墅，进了地下室后发现零件全都不见了，但有上百台计算机还在运行，立即汇报系统状态。看看这些电脑里都在干什么。赵主席下令，专家们迅速展开操作，但电脑完全不受控制，无论怎么输入，屏幕只弹出一个对话框，请输入密码，若输入错误或断开电源，将在1秒后爆炸。手掌系统需要密码，且设有防爆装置。我可能破解不了。专家一脸凝重的汇报。赵主席沉思片刻，那就不要动电脑，先对整栋别墅进行军管，立即封锁现场。是。专家立刻执行，虽没能直接获取有效数据，但赵主席没有放弃，他随即召来一位贴身保镖，低声吩咐，暗中保护安童、安晨宇的妹妹，保密等级升至特级，增加人手，必要时可以采取特殊措施。是。保镖领命而去。2月5日早晨，赵主席约苏悠然见面，名义上是聊聊天。苏悠然心里明白，赵爷爷想多了解陈宇哥的情况。然，你陈宇哥去埃及是做什么？赵主席端起茶杯，语气看似随意。不知道啊，他说有事情要处理，估计是对金字塔感兴趣吧。罗姐姐跟着去，就是想再看看金字塔。苏悠然边说边吃水果。只有他们2人，不止，还有罗姐姐的哥哥罗浩天，还有个北京来的女孩子叫刘雅薇，是陈宇哥从北京带到上海的。苏悠然一边说一边剥香蕉，表情轻松自然。第69章刘雅薇的 email。赵主席微微眯起眼睛，刘雅薇，雅梦的妹妹好像就叫刘雅薇吧？是吗？这么巧？苏悠然一下来了兴趣，难道她是梦姐姐的亲妹妹？呵呵，也太巧了吧。是挺巧。赵主席微笑着点头。前几天埃及的事你知道吧？你觉得那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哦，你说那几千人突然出事的是吧？苏悠然毫不犹豫地说，我猜80%是陈宇哥干的，他肯定早就知道那里有古怪，不然干嘛去沙漠玩？那里又不是什么度假胜地。你也这么认为啊？赵主席笑着点头，跟我的判断一样。当然了，不然怎么那么凑巧？他一到那边事情就发生了。哼哼，我居然没跟去，真后悔，要是我去了，就不用被你们关3个月了，郁闷死我。你现在不想上学了？当然不想啊。苏悠然理直气壮，我现在智商300了，还上什么学？陈宇哥说要帮我实现理想，我相信他真的能做到。我还想去太空看看呢，这次等他回来，我一定死死缠住他，哪里都不让他甩开我。赵主席笑呵呵地说，好啊，到时候也带上我和你外公一起去。没问题，到时候大家一起去才热闹嘛。另一边，刘将军也早早醒来，他昨晚开会到深夜，但今早8点就起了床，刚下楼就看见自己的秘书小陈站在门口。小陈，怎么一大早就来了？有事？首长，昨天晚上您的电子邮箱收到了2小姐刘雅薇的邮件，我觉得可能有点重要，所以第一时间过来报告您。刘将军一边吃着早餐，一边打开了秘书递过来的笔记本。他平时很少给我发邮件，这是第一次吧？打开看看。刚开始他还一边喝粥一边随便扫着邮件内容，但不到1分钟，他的动作停了，眼神骤然变得严肃。他抱着笔记本盯着屏幕，越看越认真，脸色也越来越凝重。首长，您没事吧？秘书忍不住问。没事。刘将军合上笔记本，语气急促，马上准备车，我要去1号基地，快！秘书一愣，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立刻去准备车辆。在车上，刘将军焦急地拨打着电话，但始终无法接通，越打越烦躁，差点砸了手机。到了1号基地，他顾不上任何礼节，冲进了赵主席的办公室。赵主席正与苏悠然聊天，看见刘将军满脸凝重的闯入，立刻意识到情况严重。然，祝你旅途愉快。赵主席笑着送别了苏悠然。拜拜，赵爷爷。苏悠然挥手离开，准备乘坐中午的航班回上海。赵主席带刘将军进入会议室，刘将军几乎没坐下就把笔记本推了过来。赵主席，你快看看这个，是雅薇昨天晚上发给我的邮件。赵主席打开邮件，一行行看下去，脸色渐渐变了。他看完邮件，陷入沉思。这是昨晚发的邮件，你为什么现在才拿来？他问。这个邮箱我平时几乎不用，是我秘书小陈发现的。他以为只是家人之间的普通联系，今早才告诉我。我看完之后立刻赶来了。给刘雅薇打电话了吗？打了，可他现在在埃及开罗，用的是普通手机，怎么拨都打不通。赵主席轻轻点头。刘将军满脸担忧，他说他已经进入了撒哈拉沙漠，那可是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之一。他在邮件里说自己的力量至少提升了50倍以上，你觉得这可信吗？赵主席开始询问关键信息，我相信绝对真实。刘将军点头，斩钉截铁，他从小就不会撒谎，而且他自己没检测设备，说的也只是最保守的估计。如果是他估算的至少50倍，那实际很可能超过70倍。赵主席脸色凝重地说，70倍的力量，悠然现在是20多倍，就已经堪比超级士兵。如果刘雅薇真的超过70倍，那简直是……他没再说下去，而是陷入深思。根据我们对苏悠然他们的身体数据分析，力量提升的同时，身体各项指标也会同步强化，普通人根本无法承受那种强度。
所以他的细胞活力、身体适应能力肯定也远超常人。刘将军已陷入沉默，俩人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。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变已经悄然开始了。第70章，得意的刘将军。一点没错，刘亚威的身体强度、细胞活力、适应能力已经达到了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恐怖境地。他在邮件中明确提到，安晨宇之所以对他们进行改造，是因为普通人根本无法承受撒哈拉沙漠那样的极端环境，而能够在那种环境中存活的，只有拥有这样改造过的身体才有可能。也就是说，苏悠然现在的身体强度其实还不足以应对撒哈拉的极限。刘将军也根据邮件做出了一番自己的分析，两人一时无语，会议室陷入沉默。赵主席不知在思索什么，刘将军心中却是满满的喜悦。两个孙女，一个比一个强，这是什么运气？这是天命，这比中2次500万还要离谱吧？刘家的未来简直像被人狠狠地砸上了一个重重的顺丰印章，没有人能再撼动他们在国内的地位。马上发出1号电报，召集团队开会。赵主席思索片刻后下达了命令，是。刘将军带着抑制不住的喜悦出去布置命令了。半小时后，10几位将军全部到齐，会议室里气氛紧张，却又带着一丝预感的骚动。又有大事发生了吗？这些天一件接一件，谁也不知道下一个重磅消息会是什么。刘将军，把你孙女的手机号写一下。会议还没正式开始，赵主席突然吩咐道。众人一愣，纷纷看向刘将军。孙女的手机号干嘛用？刘将军也不多问，迅速写下递过去。赵主席叫来身边的保镖，沉声吩咐，让情报部连续24小时拨打这个号码，不许中断，一旦接通，立即通知刘将军，同时启动卫星定位追踪。是。保镖立刻接令而去。紧接着，赵主席将笔记本电脑传给众人，让每位将军都亲自阅读那封邮件。读完邮件后，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看向刘将军，眼里写满了震惊与羡慕。这运气也太逆天了，他的长孙女刚刚完成身体改造，二孙女紧接着又遇到安晨宇，还得到了比姐姐更强的改造，这已经不能用好运来形容，简直是家族外挂。于是所有将军心中都悄悄做了一个决定，刘家这根大腿必须抱紧。刘将军此时一句话都没说，但嘴角的笑容从头到尾都没落下。回想当初孙女刚大学毕业，说要出去走走，他还一度反对，可又清楚孙女的倔脾气，干脆顺水推舟，想着玩半年就抓回来。谁知道这一走竟走进了命运的快车道。小丫头居然第一次见面就敢跟着安晨宇去埃及，胆子比我还大。刘将军在心里已经乐开了花，暗赞孙女身上有刘家军人的勇气与血性。接下来的会议内容其实不复杂，主要是对这封邮件所反映的局势进行预判与安排。但会议的真正主角无疑成了刘将军，连宋将军心里都忍不住泛酸。明明是自己孙女苏悠然最先接触安晨宇，怎么就被人家反超了？于是他暗暗下定决心，回去后必须好好叮嘱苏悠然，不管怎样得把安晨宇牢牢绑住。会议结束后，各位将军纷纷向刘将军道喜，虽然嘴上不说，但心里都明白，喜从何来，尽在不言中。会后，宋将军果然第一时间找到苏悠然，一番耳提面命的忠告，让苏悠然烦得不行。我早就打算抓住陈宇哥了，还用你说？他在心里暗想，他的宇宙旅行计划还等着安晨宇来实现呢。而刘将军则留在会议室，和赵主席就这件事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。到了中午，苏悠然终于离开1号基地，前往北京机场。临走时，他还一脸嫌弃地看着这座基地，什么破地方，跟监狱似的，老娘以后再也不来了。这次同行的还有王战、刘雅梦以及一整支保镖队伍，当然这只是明面上的，暗中还有更多暗哨与特勤。王战与刘雅梦如今已成为苏悠然的朋友，赵主席与宋将军都清楚，安晨宇若回国，第一时间一定会联系苏悠然，那么让王战和刘雅梦跟他提前建立联系，无疑是最好的安排。王战的跟随自然是宋将军的安排，而刘雅梦的加入则显然是刘将军又一次出手。两个孙女，一个已经得了机缘，一个被安排去接近机缘。刘将军稳中带笑，宋将军却酸得不行，又不好发作。人在屋檐下，得忍着。宋将军心里叹气，苏悠然此行是回家过年，人越多越热闹，他自然不嫌烦。王战和刘雅梦虽然表面陪同，其实都肩负任务，虽然任务尚未启动，但已进入预热阶段。至于苏悠然，虽然他也被交代了任务，但出了那个鬼地方，他哪还管那些条条框框，任务不任务的，等我玩够了再说吧。赵主席和宋将军早就对他的不靠谱有心理准备，谁都没指望他能执行什么任务，所有资源和希望都压在王战和刘雅梦身上。从苏悠然过去的恶劣记录来看，他虽然是核心目标，但从来都不是可控变量，只能看紧他，别让他闯祸就好。